长失踪后的第3天，群里发来一个群公告：封控期间，所有同学不可以离开校园，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，并附上了一段视频。视频里，班长一脸惊恐地往前跑，仿佛身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追他，可是后面分明什么也没有。下一秒，班长的身影凭空消失在了黑暗中，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响起，伴随着班长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视频在这一刻戛然而止。看完这段视频，寝室里爆发出室友高分贝的尖叫，平时不怎么聊天的班级群也瞬间被疯狂刷屏了。视频的拍摄日期显示是3天前，很显然，失踪的班长恐怕已经遭遇不测了。室友宋妍从厕所里跑了出来，哆哆嗦嗦地说道：“这视频是怎么回事啊？班长他死了吗？”小美皱眉道：“你们看，视频被撤回了。”虽然视频被撤回了，但是群里所有学生都已经看到这段视频了。群里的聊天依旧在不断刷新，大家都在议论班长的死因，还有人提议要报警。这时我点开群公告看了下上面的内容：封控期间，所有学生不得离开学校，请所有同学佩戴好口罩，注意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。2. 校园广播拥有绝对命令，请遵守广播里的话。3. 寝室绝大多数是安全的，除非你的室友开始谈论一些你听不懂的话。4. 寝室楼没有电梯。5. 9点之后不要在宿舍内照镜子。6. 如果发现室友趴在桌子上睡觉，一定要叫醒他。7. 小心那些黑暗中的生物。8. 10点之前必须回到宿舍楼，宿管阿姨讨厌没有时间观念的学生。9. 学生之间不得发生暴力行为。这些规则实在是太古怪了。就在这时，刺耳的电流声响起，校园广播里传出了班长的声音：“同学们晚上好，学校因突发情况临时进入封控状态，请所有学生在10分钟之内来到操场进行核酸检测。核酸检测相关事项，请各位同学参考班级群公告，不遵守规则的人会嘎。”我的脚底升起一股凉意，群公告又多了一条关于核酸的规则。操场没有第4个核酸点，每个核酸点排队人数限制为20人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现在是晚上9点10分，操场离宿舍大概5分钟的距离。如果按照正常步行，所有人都能9点15来到操场。我来到了窗前，往外望去。以前我站在窗前就能看到在操场活动的学生，但是现在我竟然连操场的轮廓都看不到，只能看到一片浓稠的黑暗。群里的同学们都慌了，走廊上响起了开门的声音，还有密集快速的脚步声。其他寝室的人出门做核酸了。宋妍已经打开了门，扭过头疑惑地看着我：“降职，快点啊！”小美也在催促我。我突然愣了一下，刚刚我分明听到了一个声音，笑声。我强压下内心的异样，走出了房门。突然前面一个寝室门开了，3个女孩子手挽着手走了出来。这几张年轻的面孔我有些眼熟，每天都能看见，但却从未打过招呼。她们看见我们，对我们笑了一下，但我却隐约觉得哪里有一丝怪异，具体是哪里奇怪，我却一下子想不起来。宋妍是个社牛，这一层寝室的人她几乎都认识。她刚想走上前和他们说几句话，我猛地扯住了宋妍的手臂，冷汗从我额头滑落，我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了那句话：“你们还记得我们寝室里的门是向外推开的吗？”我当然记得啊，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？这时小美脸色难看的压低声音说道：“白痴，你没发现他们刚刚是朝里拉开的门吗？”那3个女孩还站在我们前面不远处，微笑地看着我们。她们从刚刚开始就没有眨过眼睛，一直在直勾勾地看着我们。快点走啊，不然要赶不上核酸了。3个女孩异口同声地说道。除了声音不一样之外，音调竟然出奇的一致。这下连迟钝的宋妍都开始觉得不对劲了，她颤巍巍地说道：“他们是怎么回事？请小心那些黑暗中的生物。”我低声说出了这条规则。3个女孩的身后是无边无际的黑暗，而且她们似乎没有影子。注意到这点之后，我的后背窜起一股冷意。其中一个女孩看着我们缓缓说道：“你们怎么不走了？”她的嘴角翘起一个夸张的弧度。怎么办？宋妍快要哭出来了。小美抓紧了我的手，等不到我们的回答，女孩们开始慢慢朝我们靠近。她们3个人走路的姿势，甚至迈开的步伐，全都丝毫不差。随着我们之间距离的缩短，女孩们脸上的笑容越发明显，眼角夸张地上扬着。可是我们身后已经没有退路，只有一面墙壁和镜子，唯一可以躲藏的地方是寝室。我用力地回想，冷静点，降之，一定有什么被你忽略掉的细节，想起来，快点想起来。我快速扫了2侧的寝室门。小美焦急道：“快点，我们快回寝室。”我被小美往寝室的方向拽去。我低头看了一眼她的手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细节。就在小美打开寝室门让我们快进去的时候，我一下子推开了小美，猛地拽上宋妍的手，往镜子前撞去。降之，你疯了，那是镜子啊！宋妍大叫。就在我们要撞上镜子的那一刻，周遭的场景倏然变化，我们回到了寝室内。宋妍大口喘着粗气，惊魂未定地看着我说道：“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带着我往镜子里照吗？我们怎么又回到寝室了？”小美奇怪地看着我们，似乎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恐惧。“你们刚刚是怎么了？我喊你们走。”
你们却像中邪了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宋妍听到小美的话，彻底傻眼了。我快速的解释道：还记得那条规则，9点之后不能照镜子吗？但群公告发布的时间是9点10分。宋妍，你当时是不是在厕所里照镜子？对，我当时确实在，所以我们违反了规则。寝室的门开的方式是相反的，寝室两侧的门牌号也是倒着的。小美抓着我的手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她手上的痣，她的痣是在左手上，可是她抓着我的是右手，所以我推测这个小美不是真的。我们之前是在镜子里面。就在这时，校园广播再次响起，请所有还未做核酸的同学立刻到学校操场进行核酸。我暗道不好，现在是晚上9点15，我们离核酸剩余的时间只剩下5分钟了。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学校操场，操场上早就排起了长队，从左往右数，有4个核酸点，前3个核酸点都排满了人，只有最后一个核酸点孤零零的。最后一个核酸点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头发很长的女人，她低垂着头，看不见脸，给人一种非常阴沉不好的感觉。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没有去第4个核酸点。我数了数人数，发现中间2个核酸点队伍都排满20人了，只剩下第1个刚好有3个位置空出。小美说：我们去排队吧。这时我迟疑的开口道：怎么样才算是最后一个核酸点呢？如果从左往右数，最右边的就是最后一个，但如果顺序是从右往左呢？那么第4个核酸点就会变成第1个。核酸排队时间只剩下了半分钟，我们必须做出决定，是第1个还是第4个？宋妍和小美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我，我后背绷得很紧。20秒，15秒，突然天空闪过一道惊雷，此时操场上的路灯似乎突然出现了问题，一瞬间操场陷入了黑暗，周围响起了短促的尖叫声。终于我发现了异样，操场上的光线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第4个，我大吼一声往第4个核酸点跑去，宋妍和小美紧跟着我，其他学生都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们。不是说了不要去第4个核酸点吗？第1个队伍还有空的位置啊，你们不觉得第4个核酸点的那个工作人员长得怪吓人的吗？人群里发出了好心的提醒声，我没有理会他们。最后1秒，我们3个站在了第4个核酸队伍里，近距离面对这个女人，我整个身体都止不住的在颤抖。女人的头发仿佛很久没有梳过一般，我感觉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，甚至觉得是不是一开始的决定是错误的。张开嘴巴。女人的声音格外嘶哑难听，我胆战心惊的张开了嘴巴。好在核酸的过程非常顺利，我刚要离开的时候，女人却突然用力地抓住了我的手，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我的心脏跳得飞快。下一秒，她松开了我的手，我的掌心里多了一张纸条。下一个。女人再次低垂下了头。我们顺利做完了核酸，我小心翼翼地展开了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：你其中一个室友是假的，小心他，切记他早已被感染。我后背一阵发冷，我扭过头看着身后站着的2个室友，陷入了沉思。宋妍好奇地小声问我：酱汁，你怎么知道这才是正确的核酸点？我的眼神移向了第1个核酸点，解释道：还记得刚刚操场短暂的停电吗？那时候操场短暂的停电之后，我看不清所有人的脸，但唯独只有1个人的脸却是能看清的。第1个核酸点的工作人员的脸是微微发亮的，这根本不可能是正常的人类。听完我的话，宋妍一脸恐惧道：那这些排错队伍的人……这时异变发生了，第1个核酸点做完核酸的一个男生突然涨红着脸，捂住了自己的喉咙，发出了嗤嗤的声音。下一刻，他发出撕心裂肺的呕吐声，吐出的呕吐物里全是密密麻麻蠕动的黏腻的虫子。好痒，好痒啊！男生使劲地抓挠自己的皮肤，我头皮发麻到了极点。他显然痛苦到了极点，这骇人的一幕让很多人发出尖叫声，但很快又有人痛苦地开始抓挠自己的脸。他们的症状和死去的男生一模一样，其中一个症状轻微一点的男生愤怒地冲到了工作人员的面前：你刚刚给我们做核酸的时候，对我们做了什么？但他很快便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，那些一根根医用棉签上竟然攀附着无数颗像是虫卵一般的颗粒。此刻的操场宛如地狱，排在第1个核酸点的学生全部死亡。所有人都清晰地认识到了一个事实：违反规则的下场极其恐怖。这时广播里班长的声音再次响起：本次核酸筛查结束，感谢同学们配合，现在请同学们回到自己的寝室，但注意，请小心回去的路。我拿出手机一看，群公告果然更新了：1. 宿舍的门禁时间是10点，宿管阿姨讨厌没有时间观念的学生。2. 操场到宿舍楼是一条直行道，没有岔路口，如果遇见岔路，请立刻闭上眼睛往前走。3. 不要抬头看路灯。4. 如果听到身后有人喊你的名字，请不要回头。5. 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。6. 学校的保安穿着黑色工作服，如果你在路上遇见穿着红色工作服的保安，请立刻找一个安全地方躲藏起来。7. 学校里没有小猫，请不要相信猫。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晚上9点40，这一段路程只有5分钟的距离，我们却走得异常小心谨慎。这时我突然听到宋妍惊叫一声：你们快看，
路灯上面那是什么东西？小美下意识的就要抬起头，却被我死死的按住了。我额头满是冷汗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不能抬头看路灯。”小美这才反应过来，我们压根不敢抬头往路灯上看。这时我感觉到宋妍缓缓凑到我耳朵边上，用一种拖得很长的极为怪异的声调说道：“怎么不看路灯上面啊？”我扭过头，看到宋妍瞪着眼睛，用力的抬头往上看。你看，我们明明都被挂在上面啊！我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战，想要缓缓抬头，下一秒，我的肩膀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，是宋妍。她焦急地说道：“你们刚刚整整站在原地不动了5分钟，我使劲摇晃，你们都没反应。”我却一阵后怕，差一点我就要抬头看路灯了。我刚要继续往前走，前方出现了一个岔路口，操场到宿舍楼是一个直行道，没有岔路口，2条岔路仿佛通往无边无际的黑暗，看不到尽头。赶紧闭上眼。说完，我闭上了眼睛，靠着感觉往前走，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我听到小美喊道：“我们到宿舍楼了，你们可以睁开眼睛了。”我刚要睁开眼睛，却意识到不对劲，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人跟着我们一块往宿舍楼走。要是真的到宿舍楼门口了，我肯定能听见进出宿舍的机器刷脸成功的提示声，但此刻周围死一般的寂静。真到了，真到了，酱汁，咱赶紧进去吧，这马上就要10点了。宋妍和小美都在焦急地催促我，我则没有理会他们，继续往前走。酱汁，你要走到哪里去？为什么你还要往前走？我听到他们大喊：“酱汁，停下来，睁开眼睛吧，酱汁。”刚开始，他们的声音还能维持正常的属于人类的声调，但随着我越往前走，那声音里夹杂着的恶意就喷涌而出。又走了不知道多久，我终于听到了其他人的脚步声，还有说话声。这一刻，我知道我回到正常的路上来了。我猛喘一口气，睁开了眼睛，宋妍和小美都在我身边，我这才微微放松了下来。这时我听到了一声猫叫声，是从旁边的草丛里传来的。学校里没有猫，请不要相信小猫。我牢记这个规则，但脑海里却有一个蛊惑的声音在告诉我，去摸摸小猫吧，谁能拒绝小猫呢？我无法控制地往草丛里走去。这时一个女生比我更快一步走到草丛里，下一秒她的身影消失在了草丛里。草丛里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很快女生的脑袋从里头探了出来，我一阵汗毛直竖。女生的脑袋出现在了一个猫的身体上面，对着我发出尖细的猫叫声，我心脏直跳，不忍地移开视线。我的余光瞥见了一抹红色，小美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戴上了一个红色的口罩，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。宋妍也发现了不对劲，她哆哆嗦嗦地说道：“小美，你的口罩。”小美愣了愣，她低下头看了眼自己口罩的颜色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什么时候？我忘记了，好像是刚刚有人说要和我换口罩，我就给他了。”小美说着说着，声调却逐渐变得阴冷下来。她去撕扯自己的口罩，但口罩像牢牢地吸在她的脸上一般，怎么也扯不下来。终于我听到了一丝皮肉分离的声音，口罩被小美硬生生地扯了下来。她把口罩递到我面前，阴冷冷地问道：“要和我换口罩吗？”我瞳孔骤然一缩，她手上抓着的哪是口罩，分明就是她的脸皮。我心跳陡然激增。小美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她又抬头望了眼宿舍楼的方向，最后我听到她发出了一声长叹：“回不去了啊，酱汁，我们一开始就忘记了一件事情。”小美突然靠近我，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凑在我耳边说道：“我都想起来了，小心宋妍。”我一下子愣住了，下一秒，小美跌跌撞撞地往操场那头跑去。我想要去追，却被宋妍拉住了。她颤抖着说道：“来不及了，只剩下1分钟了，小美她没救了。”我看着宋妍，小美说的那句话却像刀子一样扎在我脑子里：“小心宋妍。”夜有人在群里发消息，想嘎人，有人想死吗？501的小情侣调侃回复：不想活了，你来吧。几分钟后，小情侣躺在血泊中的照片被发了出来。还有人报名吗？没人的话，我可随机了。看到照片的一瞬间，我吓得从床上弹了起来。照片里501的小情侣浑身是血的倒在茶几的旁边，身边的季涵被我吵醒。我去，这怎么回事？他指着屏幕的手哆哆嗦嗦。这时手机再次响起，群里的消息如潮水般涌了出来。先开口的是302，我去，你玩真的？403也紧随其后，搞什么呀？大半夜的吓唬谁呢？102，这照片一看就是 P 的。你们仔细看那男的手，都快 P 成6个指头了。我放大那张照片，仔细端详，哎，真的是6个手指头。季涵将手机抢了过去，沉思片刻，这张图没有 P，而且我记得好像那个男生就是6根手指，是吗？我刚刚放下的心再次被揪了起来。季涵是广告公司的，对照片的敏感度很高。他说不是 P 的，那大概率就不是了。这时501突然发来了一串语音，一个用了变声器的声音在室内回荡：还有人报名吗？没人的话，我可随机了。季涵惊恐开口：这人疯了！别说废话了，赶紧报警吧！我年纪轻轻的，可不想死在他手里。季涵嗯了一声。我走到房门前，将门反锁。警局的电话接通了。季涵3言2语的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得到的回复是：这几分钟内已经接到了3个人的报警电话了，
他们正在往这边赶。听到这里，我重重地松了口气，打开手机，我看到502的业主重新拉了个新群，里面是502、403、102、302跟我。这时502发来消息，我刚才看到一个男人拎着刀从501家里出来下楼去了，刀上全都是血。那个男人戴着口罩和帽子，看不清他的脸，我不确定是不是宋哥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报警一直忙线，我急忙打字说自己已经报过警了，警察在来的路上。其他几个邻居都说自己报警的时候提示线路繁忙，根本没有打通。奇怪，季涵刚刚说有3个邻居也报警了呀。我下意识地看向季涵，正想开口询问，他突然冲我招了下手。与此同时，门外传来了下楼的脚步声，透过猫眼看去，一只瞳孔正死死地贴在猫眼的位置。我吓得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靠在门上。冷静过后，我再次大着胆子从猫眼看过去，宋哥已经走到了中间电梯的位置。这时手机再次响起，是302的业主给我发的私信：小将，宋哥站在咱俩的门外面呢，下一个不会是咱们2家吧？你说这可怎么办？要不咱们一起出去把他扑倒，咱们3个人还打不过他一个吗？季涵则是非常赞同302的想法。不对，302没有安猫眼，他一直说猫眼是个很不安全的东西，别人要是把猫眼给撬开，就能将铁丝伸进去把门打开。既然他看不到，又怎么知道宋哥站在外面呢？现在外面的那个人穿着一身黑，戴着帽子跟口罩，根本看不清楚到底长什么样。最重要的是，只要我们不出去就是安全的。外面那个男人冲我们这边深深地看了一眼后，直直地冲着302的方向走了过去，在门口顿了几下后，缓缓打开了302的门。季涵眉头紧皱地向我询问：走了吗？他进对面了，进去了，怎么进去的？撬门？季涵一连串问了我几个问题。不像，看着好像直接打开门就进去了。不对啊，那个人直接开门就进去了。502也说看不清楚凶手的样子，你说会不会是302假扮宋哥杀的人啊？季涵这会儿也是慌了神，我又不认识他俩，怎么可能知道啊？这时手机响起，是宋哥拿着302的手机发来的消息，是302满身是血的躺在地上的照片。接着又发来几串语音：再问一遍，有人报名吗？没人的话，我继续随机了，或者公屏点你们投票，谁票数最多，我就先杀谁。我全身冰凉，站在原地。你刚才电话到底打通没啊？怎么警察还没来？打通了啊，我再打一个。太晦气了，来你家借住几天就遇上这样的破事儿。他当着我的面再次拨通了电话，对面是个温柔的女生。我噼里啪啦地将事情再说了一遍。警察姐姐，死俩人了，你们快来啊！对方再三承诺，警察已经在路上了，我才稍稍地松了口气，火速重新拉了个群，把剩下的几个人都拉了进来。我刚才看见他进302了，但奇怪的是，不是撞门，不是撬门，而是直接开门进去的。403明白了我话里的意思，他俩该不会是合伙的吧？没沟通好，所以宋哥把302给杀了。我回复：合伙？为什么合伙？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吗？这时403私聊我发来的消息：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，他们3家前几天吵架都动刀了。他儿子小友今年7岁，转来城里上小学，上了没几天就遭遇了严重的校园霸凌。那群中产阶级人家的学生，连续1个周将他儿子堵在学校旁边的小巷子里，让他下跪，逼他舔鞋子上的垃圾，往他身上撒尿。小友初来乍到，不敢告诉家长跟老师，最后受不了跳楼自杀了。他说完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前几天在某个短视频平台上曾经看到过这一幕，原来里面被欺负的那个小孩子是他的儿子，但这跟小情侣还有302什么关系啊？403继续跟我说，小友死后，宋哥跟嫂子就一蹶不振，低迷了很久。302许氏看他们也很惨，就给宋哥介绍了个外地的活，结果一来二去的就有人传，趁着宋哥不在家，嫂子跟302搞上了。巧的是501的小情侣就曾经看到嫂子从302走出来，宋哥从外地回来后就恼了，拎着刀就去找了501的小情侣，当时都惊动了警察，所以很有可能302跟210合起伙来弄死了那对小情侣。最后宋哥气不过还是宰了302。我不在的这几天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没跟我说呢？季涵慢半拍的啊了一声，表情有些紧张。我又没出过门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再说了，我跟他们不熟，谁会给我讲这种八卦？我正欲开口，502在大群里发了消息，我想起来了，宋哥的主页是安指纹锁的，咱们这一栋的人家都是谁让他装的指纹锁？有没有可能刚才是他打开了302的门？我和季涵四目相对，脸色都难看得很。坏了，我的指纹锁就是他装的，那时候他给我便宜了200块钱，为此我还请他吃了一顿饭。而且刚才他进302之前的时候，曾盯着我们这边看了好久。下一个会不会？这时门口发出了滴的一声，我和季涵同时看向门口，熟悉的声音响起：解锁成功。那一瞬间，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汗毛倒竖。季涵反应比我快，你愣着干嘛呢？抄家伙！我这才反应过来，捡起一把扫帚防身。一阵风吹过，门发出吱呀的声音。几分钟过去了，没有人进来。
见状，我们将家里的沙发拖过来，死死地挡住了门。季寒爬起来，表情严肃地看着我。你不觉得今天这件事很奇怪吗？我嗯了一声，是很奇怪。宋哥平时脾气很好的，今晚脾气急躁的不像是同一个人。难道真让403说中了？只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私事？不只是他们，群里的其他人也很奇怪。他们一直说报警打不通电话，但是我打通了。你刚刚也听到了，警方那边说往这边来了。经季寒这么一提醒，我猛拍了下脑袋，怎么其他人都说报警没成功，偏偏季寒报警就有人接？还有501的小情侣，傍晚回家的时候，我分明看到他们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回来的，手中还拎着不少酒，说今晚要不醉不归。宋哥杀死了那对小情侣，那些朋友去哪里了呢？宋哥是怎么进的501的家里？凭他一个人怎么无声无息地杀死了2个人？还有季寒，他真的不知道这些事情吗？这时小群里再次有人发来消息，是502，那个人在我的门外面，怎么办？下一个会不会是我？我还没活够。迟迟没怎么说话的102开口道，怕什么？这件事跟咱们没啥关系。我也安慰道，对，你把门反锁好，刚刚他都打开我家门了，都没进来。我也觉得这件事跟咱们没关系。这时102突然给我发来了私信，你都知道了，403跟你说的吧？你的室友在你旁边吗？正巧季寒伸头往我这边看来，我下意识地把手机锁了屏。怎么了？有什么秘密是我不能看的？我笑得尴尬。之前追我那个同事，没啥大事儿。我借口去厕所打开了跟102的聊天记录，他没在。怎么了？对方回得很快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室友应该没给你讲前几天宋哥发生的那些事情吧？他不知道，真是笑话。知道为什么开了你的门吗？前几天那件事，你的舍友可是出了不少力呢。小情侣看见嫂子从302家里出来这件事是季寒说的，他人比较直，看到事情就都会说出来的。在学校他就这样，但是那对小情侣说自己从没有看到嫂子从302出来过。你说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我的第一反应便是季寒说谎了。我和季寒是大学同学，他在学校的时候就爱这样，喜欢把事情夸大到脱离事情原本的样子。403跟你室友好像关系很密切，我总觉得你室友来这里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你还没好啊？季寒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，我下意识地删掉了自己跟102的聊天记录，佯装肚子疼从厕所走了出去。警察还没有来，502的小姑娘说话了吗？她没事吧？我这才想起来502从刚才就一直没在发言，赶忙询问他，你没事吧？那人走了吗？等了半天小姑娘一直没有回话。季寒瞄着我的手机，小姑娘不会出事了吧？万一那个男人真的进去了，要不去看看呢？想了想，还是在群里问道，我们想去看看5楼那个小女孩，你们有一起去的吗？5楼的小李算是我们这栋楼的楼宠，平时见面都是哥哥姐姐的叫着。这时候小李在群里发来了一条2秒钟的语音，救我！403的大哥首先开口，去看看，咱们好几个人，难道还打不过一个人？102也附和着，我们在2楼汇合，然后拿着东西去5楼。事不宜迟，我拿着水果刀就要往外冲，就在我开门的那一瞬，季寒突然扯住了我的胳膊。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？从一开始302就说让我们出去，好不容易挨到现在了，警察都快到了，咱们为了小李还是要出去。但我觉得宋哥对咱们没有恶意，如果真的想杀我，刚才门都开了，他为什么不进来啊？提到宋哥，季寒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慌。难道刚才102说的都是真的？季寒在那出大型的伦理剧里面充当了重要的角色。我总觉得有人在故意引我们出去。我顿了几秒，说到底你是来借住的，跟这些邻居也没有感情，你在家等着，我自己过去。他像是松了口气，那你自己去吧，注意安全。走到门口，我突然回头，却看到季寒正在低头拿手机跟什么人发消息。我走出家门的一瞬，身后传来了反锁门的声音。可当我再次回来时，季寒死了，死在了我家里。